江对面是神秘的朝鲜，这条江就是著名的鸭绿江。江这边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，辽宁丹东市，离朝鲜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2米。站在丹东的鸭绿江边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鲜的城市和农村。今天是我抵达丹东的第一天，我将近距离地拍摄朝鲜，打听那些与朝鲜相关的传闻和故事。从沈阳乘坐动车到达丹东站，丹东火车站规模不大，站前广场上有毛主席的雕像，伟人手所指的是北京的方向。丹东市原称安东，是辽宁省下辖的地级市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丹东其实是一座沿海城市，它南临黄海，是中国万里海疆的最北端起点。丹东作为一个地级市，人口才200万左右，城区面积也不大。走在丹东市的街头，看到一个颇具沧桑感的报刊亭，铁板锈迹斑斑，应该早已没有使用，却也没有把它拆掉。这木质的电线杆仍然在使用，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这么老旧的木质电线杆。街边有许多的俄罗斯货品超市。丹东与俄罗斯并不接壤，中间隔着朝鲜。按道理来说，丹东应该更多的售卖朝鲜的商品，无奈朝鲜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，可能获得朝鲜商品并不容易。步行到鸭绿江边，对面的朝鲜清晰可见。因为本地大爷在江边休息，我上去搭讪，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。大爷告诉我，对面可是朝鲜的省会城市，名字叫新义州。这个圆形的建筑可以算是朝鲜新义州的地标建筑。大爷说，朝鲜这一片的高楼建筑都是最近5、6年才修起来的，之前都是一片荒芜。朝鲜出钱，我们这边负责修建。这些高楼建筑中，只有圆形大楼采用了电梯，其他高楼都是步梯。至于这个圆形建筑的用途，有人说是酒店，有人说是专门供朝鲜科学家居住的，因为朝鲜国家非常重视科研人员的地位和待遇。至于这2种说法，哪一种是正确的，或者2种都不正确，大家都不得而知。毕竟由于朝鲜极度的封闭，许多信息都无法考证核实，关于朝鲜的谣言也是满天飞，特别是韩国媒体的消息源，经常出现前几天还爆料说某位朝鲜高官被处决，没等几天，人家毫发未损地出现在新闻上出席重大活动。客观地讲，对面的这一批朝鲜高层建筑看上去还是挺现代化的，与我们丹东没有明显的代差。除开这一片有高楼，对面其他地方就显得非常的破败和荒凉。耸立着高大烟囱的地方，大爷说是朝鲜的造纸厂，据我观察应该早已废弃，因为窗户全部都只剩下一个窗洞，没有玻璃和窗框，墙面斑驳，了无生气。大爷说朝鲜造纸厂这一块都没有公路，全是土路，下雨后非常泥泞。对岸停着朝鲜的挖沙船，船上还有一些施工人员，其中一个光着上身。这种挂着红旗的游船很明显就是我们中国的，上面载满了游客，大家都在观看神秘的朝鲜。大爷说，鸭绿江上的船并不是按水域的中线航行，我方的船可以在中线以北航行，甚至船可以靠岸，但人不能下船。对于大爷的说法，我无法确定是否属实，大爷这么一说，我们也就这么一听。掌握确凿信息的朋友，可以在评论区讲一讲。在江里发现了挂着橙色漂浮球的游泳爱好者，简陋的捕鱼船，神秘的漂浮物和一位我国未来的建筑师。来一个对比的大全景，画面的左边就是中国的丹东市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。右边便是朝鲜尚未开发的荒地，连接着低矮破旧的建筑群。一条鸭绿江仿佛是隔开了2个世界。中国一侧，江边修建了漂亮的公园，休闲的人们用各种方式度过属于他们的时光。环卫工人制作扫把，岸上贴着珍爱生命、禁止野鱼的警示牌，坐在台阶上的女孩把弄着手机。钓鱼的人怡然自得，摸鱼的人毫无压力。
这就是著名的鸭绿江断桥，是原鸭绿江大桥被炸毁后的残余部分。鸭绿江断桥为鸭绿江上诸多桥中第一座桥，由日本朝鲜总督府铁道局所建。1909年5月动工，1911年10月竣工，1950年11月被美国空军炸断，成为抗美援朝沧桑历史的见证者。在断桥旁，可以更清楚地眺望对面的朝鲜。在巨大圆形建筑的前方，我发现了一架摩天轮，但并没有运转。看上去繁华的朝鲜城市，其实却看不到一个人。按照刚才大爷的说法，是朝鲜人都去集体劳动了。在旧的鸭绿江断桥旁边，有一座完整的鸭绿江跨江大桥，它便是沿用至今的中朝友谊桥。它也是日本人建造，于1937年4月动工兴建，1943年5月竣工，全长940.8米，其中中方桥长569.9米，主要作用是为了夺取中国东北的战略物资。中朝友谊桥现在是公路铁路桥，在铁路上每天都有绿色的国际列车穿梭于中朝之间。在公路上，从每天早上开始，一个个庞大的运输车队穿梭于两国之间。柯大爷。中华好儿女，齐心抗捷径，抗美援朝，大开美丽也是风，也是风。秋秋青奥花花大路江，保本地地火就是跑下乡。中华好儿女，齐心抗捷，抗美援朝，大和美也是好。青秋秋青奥花花大路江，保本地地火就是跑下乡。中华好儿女，齐心抗。这里是丹东市最著名的一条美食街，长度并不是太长，但人流量非常大。和中国的城市建设一样，中国各地的美食街都在变得非常的趋同。我大概总结了一下，这20种小吃基本遍布国内的大小美食街：臭豆腐、烤面筋、铁板鱿鱼、酸辣粉、麻辣烫、煎饼果子、烤冷面、热干面、肠粉、萝卜牛杂、章鱼小丸子、烤羊肉串、串串香、凉皮、生煎包、铁板豆腐、肉夹馍、炸串、关东煮、钵仔糕。我这次吃了一个爆炸鱿鱼，其实就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，实际制作过程就是放在油锅里炸。我还不能说它是标题党，因为这个名字跟实际还挺契合。这几年广东的肠粉也开始流行全国。丹东大姐的设备和手法其实已经非常的具有老广风格了。当大姐一开口说话，盘里的肠粉突然就发生了变化，变得不太正宗的样子。你不是本地的吗？不是，过来旅游的。哪里的？从广州过来的。广州啊，广州对做的不比我这劲好了。当大姐得知我们来自广州后，内心开始慌乱了起来，就像国内的飞饼大师突然面对了印度消费者，对自己的手艺突然失去了信心。还好摊上另外一位大姐及时稳住阵脚，说水土不一样，口味肯定有区别。说完，大姐往肠粉里加了一勺酸豆角，我估计再等2年，肯定还会再加一小撮香菜。当我开始亲自品尝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东北改良版的肠粉，味道居然超过了广东原版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和评价。无论如何，肠粉能够走向全国，终归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正不正宗真的是一个伪命题。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，在某种食物的发源地品尝这种所谓原汁原味正宗的食物，味道反而不如外地的模仿者。也许是因为模仿者为了适应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，去掉了过于刁钻的原产地风味特点，使得改良版更加的普适，更能被大众所接受。当然，有一种食物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我都是抗拒的，那就是销魂的广西螺蛳粉。每一个爱吃螺蛳粉的非广西人
都是真的勇士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放上我从沈阳坐动车到丹东的沿途风景。对朝鲜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点击观看我亲身进入朝鲜旅游的珍贵视频。我的中国铁道之旅仍在继续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开始旅程的人，像跃出水面的海豚，离开生活海洋，随心翻腾，循着河流蜿蜒，去浓雾中的小镇，远方的人们，陌生的脸庞，对着异乡的我笑得真诚，刚说你好，马上又挥手再见，风一样的相遇，有时却留下永恒。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，脚步却更轻盈，没有想过收获，却收获良多。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，最终又回到最初，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闪耀。